哟，兄弟们，今天是 DMZ 情报大爆炸的一天哦！官方的部落格刚刚出炉而已，然后把 DMZ 2.0的所有细节全部公开。同一时间，之前那些被 NDA 协议晋升，然后偷偷去 IW 工作室试玩过的那些创作者，今天也都是全部解禁了，开始大聊他们亲眼玩到的一些独家细节。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我把官方的部落格，然后还有试玩者提供的一些情报全部结合在一起。这支影片是目前中文圈最完整的 DMZ 2.0解析。我们直接开始。首先讲这一次的地图 ，DMZ 2.0的主要场景叫做哈金。官方是怎么介绍这个地方的呢？他们说这是10+1有史以来做过最大、最有野心的地图之一，这是 IW 自己的原话哈。地理位置上，哈金夹在俄罗斯、南韩、北韩3个国家的边境交界，在主线剧情当中，这边的核电厂因为爆炸熔毁，整个区域都被设为辐射禁区，居民全部撤离，就这样被遗弃了。留下来的就有大量的军事装备啊、武器库存，还有各种危险的威胁。玩家进去的任务就是在这些东西落入敌人的手里之前，全部拿走。然后有一个重点是，这张地图不是从 Warzone 界来改的，不是像之前 DMZ Beta 那样IW 从一开始就跟单人战役的团队合作，专门为 DMZ 打造出哈金这张地图。等到游戏上线之后，如果你有玩过主线战役，你会在 DMZ 里面看到同样的地方，但这些地点是冻结在战斗结束后的状态，也就是可能剧情模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进到这个区域，你只能在 DMZ 里面自己去探索、去推理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地图上目前确认的地标有 Hajin City 市区废墟、赌场、Fallout 核电厂废墟、医院、军事基地、农地、监狱、广播站，然后还有一个 Deck Town 市城。有几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地图东边的 Fallout 辐射最强，你没有防毒面具的话根本进不去，但里面有整张地图最稀有的战利品，高风险高报酬，专门给敢赌一把的人设计的。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赌场，你可以试着闯进金库抢东西，但尽量不要让其他小队发现你在干什么。地图上还会有车队在公路上移动，飞机在空中运输军事物资，你可以打下来抢。敌人呢，从最基本的小兵到精英部队、危险干部、重型坦克、武装直升机、无人机群，还有接近200公分的重甲兵，各种等级都有。然后我们来讲讲这一次 DMZ 里面创新的部分。第一个是动态天气，这个可能是容易被玩家忽略，但其实影响最大的一个系统。以前玩 DMZ 的时候，天气顶多就只是个背景装饰，对不对？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IW 用了一个概念叫做渐变 （gradation）。天气不是只有下雨或没下雨这么简单，而是会有不同的天气状况，有些是轻微的，有些是非常差的。比如说下雨可以是毛毛细雨、中等雨，或者是让你完全看不清楚路的倾盆大雨。起雾呢，可以是薄薄的雾、普通的雾，甚至呢可以是能见度非常低，低到就算前面几公尺你也都看不到的那一种超级大雾。下雪也是同样的逻辑，而且动态天气会在一局里面持续变化，可能一开始你进场的时候在下雪，然后后来慢慢转成大雨。突如其来的大雨会直接影响你的视野，逼你改变移动路线，还有交战方式。然后这边有个设计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当这一场游戏时间快到的时候，天气状况会自动的变差，游戏不会用字幕跳出来说剩5分钟。当然我觉得左边的那个倒数计时应该还是会有啦，但是他们会加入天气状况变差，让玩家感觉到整个环境在催你，逼你决定要不要现在撤离。他们把时间压力转换成一种游戏世界里面的自然现象，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这一次的 DMZ 总共会有3种不同的玩法，先聊一下基本架构。哈金的地图，每张地图最多60个玩家，每队最多30人，就跟原版的 DMZ 一样。你遇到其他队伍就只有2个选择，把他们干掉，或者跟他们组队。然后 IW 这一次有特别提到一个事情，他们说正在开发一个叫做同类型配对系统，也就是如果你是 solo 玩家进去的话，尽量也是配到 solo 玩家的对手，2人的话就配2人，3人就配3人，跟原版的 DMZ 完全不同。这一次算是他们主动改善那个队伍人数不平衡的问题。好，接下来讲讲这次进入游戏的3种玩法。第一种是 Story Missions， 也就是剧情任务，这个就是有固定顺序的故事关卡，你也可以在游戏里面看到一些剧情的动画，然后让玩家一步步去了解哈金整个的来龙去脉。你可以一个人做，也可以跟一些同一个任务进度的玩家自动组队，系统会尽量帮你配到你们的任务目标是一样的玩家。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官方有说，这个算是像现代战争2那个时候突袭的合作任务那种感觉。
但是不同的是，当你选择用剧情任务的模式进场的话，你有可能会在地图上面遇到其他不同的玩家，他们不一定是选择以剧情任务进场。也就是说，当你在打剧情的时候，你旁边可能会有一队玩家准备要来打断你正在做的事，或者抢你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些想要专心做任务的玩家最不想遇到的事情。这一次也是会在 DMZ 里面已知的一些关卡有，比如说赌场金库的任务、废弃医院的救援行动、潜入一座仍在运作的军事基地，这些都是目前听到的关卡只有这一些，但我想应该还是有更多。这个就是要等到游戏上线的时候，我们实际去玩才会知道了。然后第二种是 Dynamite Operations， 每一局会自动产生不同的多步骤任务，每一次的目标、步骤、过程都不一样。有可能你这一场进去是销毁飞机武器，有可能是高风险救援，另外也有可能是突击敌方的阵地。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目标，让玩家有不同的新鲜感。除了主要任务之外，还有一些小任务 Side Ops， 比如说修理废弃卡车，让你有载具可以开。另外找掉落的补给箱啊，爬上损毁的无线电塔，这些都是地图上面有散落着一些电话，捡起来你就可以直接触发动态任务。另外也有类似 Warzone 的猎杀合约。然后第三种进场方式就是 Free Roam， 自由探索，跟原版的 DMZ 一样，你今天要干什么自己决定。你今天要进去猎杀其他玩家，或者是收刮东西，或者是只是进来逛逛，然后想要活着撤离出去都可以。三种玩法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不管你选哪一种，你都跟所有的玩家在同一张地图上面。好，接下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很重要的就是 Operators 的技能树，这个叫做 Trait Tree。技能树跟死亡惩罚，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立的技能树，你可以决定要往哪一个方向培养。你可以选前行，然后突击，或者其他所有你想要的玩法，任何一个都可以。刚刚前面讲到的三种进场玩法，各自选用不同的角色，连背包都是分开的，互不影响。重点来了，只要角色一旦灭亡，整颗的技能树都会全部清空，不是只有扣几个等级而已，是全部归零。玩家花时间养起来的东西失去了就真的没了。这个就是 IW 说想要让玩家感受到每一次出击都是有重量的这件事的真正含义。但是他们有留给玩家一个后路啦，叫做 MIA 的机制 Missing in Action 失踪系统。你可以用游戏里面赚到的现金派一支救援队去把你 MIA 的角色带出来，买回来之后呢，技能树的等级跟所有技能都会恢复，但是你带进去的武器还有一些背包里面的东西不会回来。然后他们有说到费用的部分，角色等级越高，当然要花的钱就越多。一个等级2的角色可能救回来很便宜，但是等级12的话，有12个技能角色，你可能就需要打好几场的动态任务，抢好几个现金金库，或者是成功撤离好几次，你才能抽到那一笔钱。但是有一个优点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你那个角色可以一直挂 MIA， 然后你慢慢存钱再去救他也没有关系。这个设计的本质就是想要让玩家知道，你越强你就越不能死得太随便，不要扣谁赶紧就丢然后就很嚣张的那种感觉，死了就死了，东西就没了。这次新增了一个，当然玩家应该会很高兴听到的一个新机制，叫做 Tourniquet Kit， 就是止血带。在这次 DMZ 里面，如果你是血量满的状态下被打倒，可以自动使用止血带进入受伤状态，而不是直接死掉，接着再用绷带或急救包恢复，就可以继续行动。本质上就是给你2条命，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机制对 AI 效果很好，对上真人玩家的效果就差很多。因为 AI 看你倒掉，他们应该就是停火了嘛，但是真人玩家都是被合力戏耶，所以可能你没有办法来得及用止血带。这个算是给 solo 玩家面对 AI 的时候有一个更多的容错空间，不会因为被一群 AI 包围就直接结束。加上刚刚我前面有讲到单人配对的系统，看得出来这一次 IW 在 solo 的体验上面有比较认真的在改善，就比较不容易会遇到队伍人数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说 solo 玩家常常遇到3人队啊，甚至4人队，更早的6人队这样。好，下一个是 FOB 基地跟护甲系统，我们之前爆料有提到的 FOB， 这一次也是官方直接证实了，出任务收集战利品，然后回来升级你的基地，这个算是这一次 DMZ 的一个核心循环。他们设计出了 FOB Forward Operating Base 前进基地的系统，这个是你在地图外面的大本营，每一次进游戏，然后撤离之后带回来的东西越多，你可以慢慢的看着这个基地一点一点的升级，盖新的设施，接受新的功能。目前确认的设施有2个，第一个就是 Gunsmith 武器改装台，让你在基地就可以设定武器的配件，然后第二个是 3D 印表机，用你带回来的零件去制作新的装备跟武器。那战利品有分等级，从最基本的物质到 3D 印表机需要的稀有零件都有。升级 3D 印表机之后，你能做出来的东西品质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稀有。
成功撤离之后呢，所有带回来的东西都可以存进你的 Safe Stash， 就是个人仓库，下一局死掉也不会消失。然后你下次要进游戏之前，可以选择带着空背包进去，然后撤离的时候再带着满满的物资回来。仓库里的东西可以留着慢慢用。他们说设计这个 FOB 的系统想传达的概念就是每次出任务都不单单只是争那一场的输赢，而是在慢慢建立一个更大的东西，就是让你的游戏有更多的经济循环，然后更有长久的养成系统。FOB 完，我们聊一下护甲系统。这一次护甲系统也有新的设计，基本架构跟原本的一样，最多3片护甲，然后就是300血量嘛，维持 TTK 的稳定性。但是这一次他们加了2款特殊护甲，第一款叫做 Ballistic Gel。Ballistic Gel 翻成中文就是凝胶护甲，这是一件会自动补回来的护甲，被子弹打中之后，凝胶会慢慢把你的护甲补回来，不用手动补甲，适合打持久战的玩法。然后第二款是 3D 猎鹰头盔，这个头盔是专门用来对付狙击枪爆头的IW 有确认说，这一次的 DMZ 里面有些狙击枪是可以 one shot， 就是一枪毙命的。有一些枪可能需要特殊的子弹才能做得到，但有一些枪就是生下来就是比别人强，不用特殊子弹也可以一枪毙命。那这一顶头盔呢，就是用来防止你在游戏里面被狙击爆头的。但这2款东西都需要用 3D 印表机才能做出来，所以这等于是你在游戏里面慢慢成长到一个阶段之后，才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更好的装备。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跟 PVP 有关的东西，就是 Hunt or be Hunted 悬赏系统。猎人与猎物系统，你可以在游戏里面选择主动去打其他玩家，但这一次 IW 加了一个规则是，如果你主动攻击正在做任务的无辜玩家呢，你将会开始累积悬赏金。自卫击杀就是你被攻击然后反杀的话，这种不算你主动去搞人才会触发。杀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变成通缉犯，其他玩家可以掏出游戏里面的平板，花一点钱查询这些通缉犯大概在哪个区域，找到你，干掉你，然后拿走你的 dog tag， 再进行撤离，就可以领走全部的悬赏金。然后他们为了这个功能新增了一个叫做全球排行榜，每一个礼拜更新一次，榜上会有全球前50名的通缉犯跟全球前50名的 Bounty Hunter， 就是赏金猎人。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以后可能就会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们专门就是做这种赏金猎人的内容，专门去猎杀所有的通缉犯，蛮好玩的。然后还有另外新增一个玩家跟好友之间的好友榜，可以看一下你跟好友之间的一些击杀状态对比之类的。然后讲到这边呢，应该有很多玩家一定想要问，有没有只打电脑的纯 PVE 模式，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专门提供给爱打架的玩家的 PVP 地图？答案是2个都没有。IW 官方这一次说得很清楚，他们不会设置分开的模式。DMZ 为什么是 DMZ？ 就是因为它是 PVPVE 混合，玩家打电脑也打真人，这是他们设计上的核心理念。这对纯 PVE 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啦，但这也像我上一部影片讲到的，手打车模式里面就是必须要有真人玩家，有这个风险存在，才会让它显得更好玩。这也是手打车模式的核心。然后可能会有 PVE 的玩家说，那这样这次的 DMZ 就有可能又会变成外挂的天堂了。不过我要老实说的是，当时在玩 DMZ 的时候，其实外挂是到很后面，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在更新的时候，才变成一个外挂的天堂。前期我在玩的时候，几乎根本没有遇过什么外挂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我是不会太担心，而且这一次是付费的嘛，就是 DMZ 你需要买本体才能玩，这也算是一个可以劝退外挂玩家的一个理由。那这边有一点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悬赏系统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系统要怎么判定你是主动杀人或者是自卫反击，对不对？这个在游戏里面要怎么去判定的很清楚，这会是官方需要很认真去做的一个课题，这个部分值得后续持续观察一下，因为这很容易就引发玩家的争议。接着最后一个消息是有关 DMZ 的彩蛋任务也会确认回归。当年的 DMZ Beta 最有名的就是 Serpentine 迷彩嘛，那个毒蛇，大家还记不记得？跨越4个地图的多步骤挑战，途中被打死的话，进度全部重置在那个时候，整个 DMZ 社群里面最有象征意义的成就之一。IW 也有明确说，这一次的 DMZ 会做类似的长期挑战。根据试玩者的分享IW 的开发人员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要怎么设计一个更长的彩蛋挑战链，听起来是蛮认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我等等会把它做成一个图表，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目前看起来今年的 DMZ 跟当年的 DMZ Beta 相比，根本是2个不同量级的东西这一次更接近有一个完整曲线，然后跨场次世界，有独立的故事结构的一个游戏模式。IW 这一次说他们在做的是一个真正的 DMZ， 那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就等游戏上线好不好？
如果影片里面聊到的这些系统都有做真的扎实的话，特别是技能数的平衡啊 ，MIA 费用的曲线设计，还有悬赏系统的自卫跟主动攻击要怎么去区分，我觉得 DMZ 有可能会变成这几年 COD 的最重要模式之一哦。不单单只是靠着怀念当年 DMZ Beta 的那一批老玩家，而是因为它看起来真的是要去抢手打车游戏的这块市场，背后还有整个 COD 玩家圈的规模在支撑。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你期待哪一个系统，或者是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出问题？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看完觉得有收获、有帮助的话呢，帮我按个赞。最重要的是，别忘记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嘿。然后接下来就是等 Xbox Game Showcase 的 DMZ Gameplay 或者有一些实际游玩画面出来之后，我会马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再做一支新片给大家。那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支影片见。I'll see you guys later.